早上睡得好好的，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惊醒。接着业主群发来一条消息：大雾7天后消散，在此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：1. 雾里有毒，在此期间请不要接触大雾。2. 冰箱里无论有多少食物，也只能吃1天。3. 家里是安全的，不过只能1个人待在家里，如果家里有2人及以上就会集体死亡。4. 假设食物吃完，你可以下楼去买食物。5. 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6. 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7. 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。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群消息的人，竟然是物业经理老陆。起初大家都以为是老陆闲着没事搞恶作剧，直到群里发出一张女人惨死的照片，所有人瞬间炸开了锅。一个女人面色惨白地躺在地上，她竟然七窍流血嘎了。我顿感后背发凉，赶紧在群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女朋友不相信，打开窗户把脑袋探出去，就变成了这个模样，这也太可怕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为什么打电话报警没信号？看来规则可能是真的，是不是遵守规则就可以活过7天？不一定，规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难道这些规则有真有假？几条消息之后，群里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砰砰砰，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小周，我是你李姐，你家里有南瓜吗？大宝想喝南瓜粥。李姐住在我的楼下，是个单亲母亲，平日里对我很照顾。可一想到第5条规则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抿紧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李姐又喊了几声，直到走廊里传来了哒哒的脚步声，我才凑到猫眼向外望去。可李姐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，一整只眼睛几乎都贴在了猫眼上，吓得我差点喊出来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小周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把门打开好吗？给我一个南瓜我就走，大宝真的想吃南瓜粥。李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李姐，我家也没有南瓜。我下意识地拒绝。猫眼里，李姐的表情很诡异，似乎在笑。她转过身，僵直地向对面走去。她走到301的门口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再次敲门，嘴里依旧重复着刚才对我说过的话。301迟迟没有动静，李姐变得有些暴躁，用脑袋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撞击着门板。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。谁啊？有病吧？301男人暴躁的质问声响起，下一秒是吱呀的开门声。我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只听见一声惨叫，男人径直地倒在了地上。不一会，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。小周，开个门，给我一个南瓜吧。李姐，我家里真的没有南瓜，大宝正在家里等你，你快回去吧。一听到女儿大宝的名字，李姐混沌的眼睛有了一丝光亮。宝宝在等我。随后她机械地转过身，僵硬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没走几步，李姐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如果说301的男人是因为给陌生人开门，违反了第5条规则，可是李姐是什么原因嘎的呢？因为她出门了吗？真是太可怕了。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，我决定熬点粥给自己补充些体力。可打开冰箱后，我有些发愣，早晨还很新鲜的蔬菜竟然都发蔫了，水果上还长了密密麻麻的斑点。我颤抖着手拍下了这幅画面，发到了业主群，随即有很多人响应了我。我家的也是，水果都烂了，我家冷藏的肉竟然有些发黑了。你们听说过生大米长斑点的吗？我正打算回复，群主突然给我们所有人都禁了言。接着老陆发来了一条新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中不可以有尸体，否则会引来贪吃鬼。这条规则让我毛骨悚然，只听到窗外传来砰砰几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拉开窗帘，外面雾蒙蒙一片，小区绿化带边上出现了很多横七竖八的尸体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果然都是自私的。我好庆幸自己是个单身狗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时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是物业的，下面邻居反映你们家漏水。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我想起这条规则，这时候开门就是傻子。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接着就是啃食声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估计还真有傻子，提心吊胆地熬过第1个晚上。第2天一早，我下意识地就先跑到了厨房，打开冰箱一看，食物已经全部腐烂了，还隐隐散发着臭味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我纠结时，门再次被敲响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什么玩意儿？敲了2下又没了动静。这时业主群再次传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门口放有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有效时间1小时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回家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屏住呼吸，大着胆子透过猫眼一看，门外果真放了一套防护服和一个防毒面具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门开了个小缝，伸手把它们拿了进来。我发现门口李姐和邻居的尸体已经不见了。我现在有防护服，可以出门买食物，那就说明之前规则里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这条规则是假的。如果不出门，我估计也熬不过7天。穿好防护服后，我果断下了楼，走进超市，门口竖着一个小黑板：超市规则1，超
超市的肉很新鲜，但都不可以吃。2. 蔬菜都是当天新进的货，可以放心食用。3. 每个人只能买1天的量。4. 超市每次只能供应20人的食物，人越少越好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是让大家自相残杀呀！我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，感觉都不够别人塞牙缝的，更何况一栋楼起码有上百人，看着已经走进去了好些人。我麻溜地跟了进去，超市的门在我进去之后便自动关上了，而外面没来得及进来的人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里面。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间是1小时。我转头先去拿一些要吃的东西。我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看着新鲜的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但规则里提到超市的肉不能吃，于是我艰难挪开了目光，走向了旁边的零食区，拿了几桶泡面。看到超市有卖南瓜饼，我下意识拿了几袋，为了节约时间，不敢在超市逗留。买完东西就准备离开，刚走到收银台就看到上面贴着的规则：1. 超市的后门是商品运输通道。2. 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看向旁边站着的几人，他们在看完规则后，主动往后退了几步，相互之间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我拿出手机把规则拍下来，等平安回去之后再慢慢分析这其中的窍门。紧接着付完款，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往后门走去。出了门，所有人如脱缰的野马，迅速朝家的方向跑。大家都穿着防护服，只要把东西藏好。雾这么大，很难有人认得出来。我刚跑出来还没有一会，就撞到一个瘦弱的姑娘，蜷缩在椅子上。我默默放慢了脚步，见我走来，小女孩可怜兮兮道：“姐姐，我的东西被坏人抢走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”她满眼含泪地看着我，不禁让人心生怜悯。可以想到她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我当即忍下心，径直从她面前走过。她喊了半天，见我没理她，重新看向了后面的人，继续求救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若隐若现的惨叫声，女孩果真的是贪吃鬼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进入电梯。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，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李姐的女儿大宝。她一双无邪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小周姐姐，你看到我妈妈了吗？我妈妈上次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将南瓜饼递给她。乖乖快回家，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，她让你在家等她，记住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哦。那万一是妈妈敲门呢？大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得一个寒战，想到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，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。妈妈有钥匙，会自己开门的。大宝乖，先回家，别让妈妈担心。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，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，对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不知道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大宝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。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提高警惕，因为贪吃鬼会假扮成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。看着这条规则，我一脸莫名其妙，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这条规则相矛盾，到底哪一条规则是真的，哪一条又是假的？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砰砰直跳。妈！叫了一声后，我立马清醒过来，因为我妈4年前已经出车祸走了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鸡公煲，快过来尝尝。我妈抿嘴一笑，还是以前的模样。我惊恐地看着她，一脸难以置信。这丫头傻了吗？赶紧进来吃饭。进门后，我僵硬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，明知道她是贪吃鬼假扮的妈妈，但还是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妈，我有东西落在房间里了，我去拿一下。我猛地转过身走向卧室，然后锁紧房门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一股很大的力道推开，我妈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门是反锁着的，她是怎么打开的？丫头，吃饭了。说着就朝我走过来。情急之下，我拿起床头柜上的镜子朝她照了过去。面前的贪吃鬼发出一阵奇怪的惨叫声，接着便原地消失了。隔天一早，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再次送来，我穿上小镜子去超市采购了1天的食物。我担心自己踩雷，每天都会把规则背上几遍，让他们烂熟于心。我发现给大宝食物并没有违反规则，于是每次去超市都会带一些他喜欢的食物回来，然后挂在他家的门把手上，待我敲5下门后离开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业主群已经解除禁言，但几乎没有人在群里发言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因为违反规则死掉了。下午我刚买完东西准备结账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就被人推倒在地，怀里的镜子也被摔得粉碎。再次起身，我发现一个男人提着一大袋肉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。他是贪吃鬼，如果遇到贪吃鬼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震惊地看了一眼推我的人，他先是心虚地瞟了我一眼，然后迅速地跑开了。另一边的贪吃鬼则缓缓走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我，姐姐，跟我来。是大宝。接着大宝领着我来到超市厕所，贪吃鬼则在外面不断地砸门。大宝说：姐姐放心吧，他们进不来的。
我惊讶地看着大宝。你怎么知道？大宝指了指一旁的马桶盖，马桶盖上方写着一条新规则：超市厕所是唯一可以离开小区的出路。大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我颤抖地询问。其实我和妈妈已经玩过好多次这种游戏了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把这条规则拍下来发到了群里。我们有救了，赶紧来超市厕所集合。很快便有人回复我，不要相信他在说谎。我亲眼看到他被贪吃鬼抓走了，可我明明被大宝救了呀。妈妈，我想喝南瓜粥。我不是你妈妈，我是你的小周姐姐。这一刻我顿悟了，大宝说他和妈妈玩了好几次这个游戏，也就是说，理解是上一次游戏中存活下来的人。现在大宝和我活下来，我就是他的新妈妈，而我则变成了下一个即将死去的理解。这是一个无限循环，要想逃出去，我和大宝只能活下来一个人，而大宝就是贪吃鬼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需提前5分钟落座。早上睁开眼睛时，耳畔传来纷乱的警告：请所有学生在7点45分之前进入教学楼，否则你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喇叭声震耳欲聋，其中的内容更是让我后背发凉。把学生做成午餐，什么意思？听着交杂不断的广播，我忍不住有些发愣，瞥了眼墙上，时钟已经指向了7点40分左右的位置，而我的身上正穿着蓝白色的校服。可我不是早就走出社会，工作了7、8年了吗？我将目光挪向窗外，对面果真立着一座高大的教学楼，带着一腔不解，我下楼去查看，慢慢靠近教学楼，身旁有着许多和我一样茫然的人，直到钟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我才小心翼翼地踏上楼梯。7点45分到了，我转头看去，那些尚未来得及踏入教学楼范围的人，全都化作一声巨响，噼里啪啦的齐齐爆开，一件件校服被扯得稀碎，飘扬在空中。看着一台台机器开始收集地上掉落的食材，本还残留着一丝睡意的我骤然清醒。这些学生真的成为了学校的午餐。刚踏进教学楼的走廊，第2轮广播声便当即响起：请所有学生在8点整前自由选定教室，坐下开始听课。一旦进入上课时间，尚未进入任何一间教室者，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上课铃声响起之前30秒，老师们会在黑板上写下各自教室的规则，请严格按照规则执行，否则同样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听着周边无数个喇叭不断重复着这3句警告，我感觉头皮略有些发麻。虽然仍处于很懵的状态，但鉴于之前教学楼外血腥一幕的恐吓，我还是决定赶忙照做，直接就近找了间教室坐下，静静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。教室里有30套整齐的桌椅和一位沉默不语的老师，直到倒计时1分钟的预备铃响起之后，才有大批观望者纷纷涌进教室，很快把位子填满。眼看墙上时钟仅剩30秒时，老师终于起身，面无表情地拿起一支白色粉笔，开始在墙上书写规则。老师的动作很慢，一笔一画极为考究，简直像是印刷体，似乎是掐准了时间，直到上课铃正式响起的那一刻，他才刚好写完最后一画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需提前5分钟落座。规则一出，整个教室顿时陷入了一片慌乱，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卡着最后1分钟进来的，或许是为了在死亡面前做最后的挣扎。一个肌肉壮硕的男人猛然站起身来，用力拍碎脆弱的木桌，狠狠地看向所有人：各位，为什么要听这什么破老师的规矩？跟他拼了！随后他便冲向老师，而此时的老师面无表情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。果然在即将靠近老师的最后一刻，壮汉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，无法动弹。教室里的大喇叭在滋滋声后开启，补充一条学生行为准则：试图进攻或伤害老师的学生将成为学校食堂的员工餐。喇叭声落后，传出了轻舔嘴唇的声音：我们喜欢这样健壮又躁动的食材。话音一落，壮汉竟直接开始爆裂。不只是他，教室里所有卡点进入的人都纷纷炸开，鲜血横飞。有几个幸存的女生忍不住撑着桌子干呕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几台机器驶进教室，开始收拾残局，而台上的老师就像是没看到这一幕，仍在自顾自地镇定讲课。这40分钟里，教室里的空气无限接近于窒息。下课铃声终于响起，老师非常及时地停止了讲课。我既感到害怕，又忍不住松了口气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貌似只要遵从了黑板上的规定，就不会有什么大碍，哪怕全程没有听进去老师讲课的内容，也没出现任何问题。正当我松了口气走出教室的时候，教学楼里又传出了新的广播：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本校学生共有3000名，在第1堂课结束后还剩800名。可以预见，今天食堂的午餐将会非常丰盛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咯噔一跳，不知道别的教室都是些什么规则，但这个死亡率实在是有些吓人了。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本教学楼共有9层，除开第5层是食堂和娱乐间以外，其余8层均为教室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，否则将会成为学校食堂的午餐。听完这话，我立马开始动身，
前往第2层，在靠近楼梯的第1间教室，直接进入坐下，默默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。有了上一堂课的教训，我不太敢卡着时间点落座，尽管知道每间教室都各有各的规则，但难免心有余悸。就这么煎熬地等待了足足10几分钟，终于等到预备铃声的响起。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当然经过了第1轮的残酷淘汰，现在教室里不过坐了10来个人。最后30秒，老师在沉默中起身，拿出粉笔，开始在黑板上书写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看着老师的笔记。教室规则，本教室不需要。就在老师书写规则的时候，一道身影狼狈地挤进了教室，他仓促地钻进教室，险些摔了一跤。我递出一只手，总算让他扶住站稳，没有跌到地上。而此时，上课铃声刚好响起，老师黑板上的规则也终于写完。他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冲着我微微一笑，看得出来，哪怕很慌张，但他还是保持着礼貌。可我转头看去，却发现老师书写的最后2个字竟是表情。教室规则，本教室不需要表情。本来准备还女孩一个微笑的我，顿时僵住了脸。随着一声恐怖的尖叫响起，我身旁的女孩竟直接被劈成了2半。我明白，哪怕我的肌肉已经忍不住颤抖，我的脸上也不能有任何变化。40分钟后，直到这道熟悉的声音伴随着下课铃声响起，我总算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在第2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220名学生。惊魂未定之下，我扫了一眼整间教室，本来坐着的10几个人，现在仅剩下2、3道身影。想要憋住40分钟不动声色，对于人的耐力和体力算是相当大的考验。规则依旧，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第3堂课将在10点整准时开始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。紧绷了40分钟的我已经疲劳无比，只能昏昏沉沉地爬上3楼，随便找了间教室坐下。直到预备铃声响起，我才猛然惊醒，教室里竟然聚集了近20道人影，而窗外的大部分教室都空空荡荡，仅仅零星坐着1、2个人。在淘汰率如此惊人的情况下，这间教室几乎承包了3楼1半以上的学生。时间到了，讲台上的老师准时起身，飞快地书写本间教室的规则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击鼓传花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会递给最靠近讲台的同学一把刀，可往随意方向继续传递。老师低头读讲课时，请同学们保持传递，禁止停滞3秒以上。当老师声音终止，抬头之时，持刀之人需要在3秒内往自己身上刮一刀，否则淘汰。第一个接过小刀的同学根本没有熬到3秒，而是在接手之后迅速扔到了旁边的桌上。显然他对于自刮一刀这件事情显得极为抗拒和恐惧，因为力道过大，小刀甚至在桌上轻轻旋转，险些划破第2位同学的手背。好在第2位同学胆量大了不少，眼疾手快地抓住刀柄，总算是赶在3秒之前递出了刀。第3位同学显然镇定许多，接刀之后数出2个数字，从容地把小刀递给了第4位同学，这无疑是给所有人打了个样。随后的几人都学着他的法子，尽量数满至少2个数，再递出小刀。本来慌乱的教室竟变得相当有序，而我处在第6棒上，本来也准备学着他的模样，冷静地默数2秒。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，就在我接过小刀的那一瞬间，讲台上口沫横飞的老师突然抬起了头，他的瞳子紧盯着我的方向，喧闹声戛然而止。我愣住了，我没有想到第一个面临老师抬头的人竟然是我，无所适从的慌乱顿时涌上心头，我的手忍不住一哆嗦，竟让小刀掉到了桌上。3秒时间转瞬即逝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可在我即将绝望之际，一抹荧光竟骤然从我眼前划过，我身旁坐了一位短发女孩，居然抢在我之前，拿起小刀在我的手臂上划了一道。这刀刃远比想象中锋利，带出了一大滩血液，痛感相当明显，差点让我叫出声来。老师见状，始终保持着同样冷漠的表情，埋头继续读起了讲义。女孩当即轻声喊道：“愣着干嘛？快传出来！”我赶忙将刀递了过去，眼看刀慢慢传走，女孩用低沉的嗓音同我说道：“看来我赌对了，不一定要自己亲手刮出这一刀，只要是受罚者出了血就行。”对于她的冷静，我不免有些佩服，不自觉地接过了话茬：“感谢你的援手，我叫酱汁。”我叫青青。她轻轻点头：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前2堂课分别去了哪些楼层？1层和2层。”我回道：“你呢？”我先是一路观察，去了4层，随后去了2层，最后来的3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黑板上的文字：“我有个想法，想要找人一起实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试？”面对这样一个十分冷静，我很难拒绝他的提议。请教，规则中有要求，不允许在同一个楼层上2堂课。按照我的推理，很有可能每间教室的规则是一直保持不变的。为了避免我们一直用同一套规则过关，所以才要求我们必须更换楼层。我沉吟片刻，有道理。他的嘴角扬起一丝微笑
所以我们可以交换信息，分别告知对方4楼和1楼的教室规则是什么，稳妥地减去一关的风险，如何？没问题。1楼最靠近楼梯的那间教室，规则是所有人必须提前5分钟落座。竟然还有这种规则，多谢你的情报。若是没有人提前告知，这样的教室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他笑了笑，我第1堂课是在4楼上楼梯后，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规则是全程必须紧盯老师，禁止看向别的任何地方。随后他又有些担心地问道，这样很考验一个人的注意力，毕竟1堂课有足40分钟时间，你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希望4堂课过去，我们还能再遇见。这一堂课看似凶险，却在大家的冷静默数和互相补救中安稳地度过了。我如释重负，和青青分别，踏上了前往4楼的阶梯。在左手边第3间教室，我安定地在角落里坐下。随后教室里前前后后走进来4、5道人影，广播里也无情地宣告着上一堂课的结果。在第3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130名学生。相比于之前2轮远超半数的死亡率，第3轮的数字显得没那么触目惊心。一番静静等待之后，老师终于起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了规则。可当他粉笔落下之后，我不禁呆住了。他写的内容竟和青青所说的没有半点关系，根本不是什么全程紧盯老师。我相信青青不太可能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加害我，所以说我们的猜测错了。哪怕同一间教室，每一堂课的规则也不尽相同，而这堂课的规则和上堂课类似，同样是一种游戏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盲人摸象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将会蒙住双眼，同学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教室里藏匿。5分钟之后，蒙着眼睛的老师将在教室内摸索，被摸到的同学将被淘汰。请注意，本场游戏的范围圈定在教室以内，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将被淘汰。待到上课铃声响起，老师顺势掏出一张黑色的手绢缠到了双眼上。我扫了眼前后门，发现这是唯一一次没有自动关上教室门的课堂。可以预想，如果有人为了逃避老师的摸索跨出那道门，将会直接变成4件的血肉。我观察了许久，实在没发现这教室里有什么地方好藏的，只好借着桌子翻到了立式空调的顶上。幸亏我算不上重，能勉强在上面站稳。随着5分钟倒计时结束，台上本来安静无比的老师突然凝出一道诡异的笑容，伸出双手。游戏开始后，我死死盯着讲台的方向，就讲台正下方就蹲着一个皮肤白嫩的少年。他不知是艺高人胆大，还是想要验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竟直接躲在了离老师最近的地点。只可惜这位蒙眼的老师，他摸索的第一个地点正是自己的周边。少年终于忍耐不住，急忙滑出几步，想要逃窜，谁知老师竟提前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无奈之下，他连躲几米退到了门口，情急之中，他不小心退到了门外。随着一声尖锐的警报声响起，他直接原地炸开。最靠近他的一位女人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惊恐地喊了一句，虽然只是极小的声音，但仍然被老师敏锐地捕捉到。老师的身手十分矫健，明明蒙着双眼，却能以极快的速度在课桌间穿梭，一把拎出了藏在课桌底下的女人。老师的笑阴森至极，嘴角几乎咧满了整张脸。找到你了。饮水机后，椅子下方，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躲藏起来的同学们被陆续找到。游戏才刚起了个头，1/3的进度都还没熬过，已经淘汰了大半，只剩下蹲在空调上的我和一个攀附在窗沿上的长发少女。以她的矫健的身手和敏锐的感知，配合这样地毯式无死角的搜索，我很难相信我们剩下2人可以顺利完成整整40分钟的考验。这分明是个死局。眼看老师离那个长发少女越来越近，我的心里也十分焦急。等她死了，很快就轮到我了。除非我能像蜘蛛侠一样爬到天花板上，否则教室里已经没剩几个空间了。我忍不住盯着黑板上的规则，不停在心里默念。突然，其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脑子里顿时冒出一个猜测。看着紧张的马尾少女，我赶忙把食指竖到嘴唇上，示意她不要发出动静。与此同时，我轻轻地脱下校服外套，在老师即将摸到少女身边的时候，我猛然一甩。老师的听觉相当敏锐，当即听出了这番动静的位置，飞快地穿梭在桌椅间，猛然扑向校服。感知到那仅仅是一件衣服之后，他愤怒地将其扯成了几条。可蒙着眼睛的他并没有注意到，他的脚尖已经探出了门框。随着刺耳的警报声响起，老师化作了一团血沫，教室彻底安静了下来。距离下课还有20分钟，游戏提前结束了。少女充满好奇地对我说道：“谢谢你在关键时刻救了我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？”你注意看，规则里说的是任何人踏出教室的范围都会淘汰，可没有说不包括老师在内。少女恍然大悟，真是多亏有你，我叫小美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度过了上午的学习时光。在第4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60名学生。下课铃声响起，广播里传来了熟悉的腔调：“
请各位同学在12点整之前准时前往教学楼5楼的食堂区域落座，直到下午13点45分再度开启。午餐期间，食堂以外的区域会进行消除行动，未进入食堂者将成为学校员工们的晚餐。我瞥了瞥身旁的小美，食堂开启了，准备上楼吧。我要去楼道等一个人，要一起吗？我们并肩而行，走到楼梯口上，终于见到了那抹熟悉的面孔，是青青。12点整，5楼食堂里，我们3人找了个角落，默默看着穿梭来往的食堂员工，他们不停朝桌子上端来碗盘。趁他们上菜的间隙，我询问青青：“我们猜错了，规则有变，你那边遇到了什么？”我这边是打扑克牌。青青瞥了瞥旁边的小美，教室里只有3人，规则就是打一场扑克，一共10轮，积分最高者活命，其余人直接爆炸。随后他耸了耸肩，如你所见，我手气不错。听起来似乎我们这边更加凶险。待我讲述了教室的规则和后续的发展之后，就连青青都不禁愣住了。各位，用餐时间到了。为了满足大家不同的饮食习惯，我们特意制作了3种不同的菜品。第一种是传统中餐，位于食堂东区；第二种是特制西餐，位于食堂西区，各种熟度的肉排；第三种是工业化熟食，位于食堂中区，是名副其实的午餐肉。一上午的课程过去，想必同学们都饿坏了吧？接下来的时间，请各位自便。喇叭声结束，我呆愣地看着我面前是东区所谓的肉丝炒肉丝，一股呕吐的不适感已经在喉咙和胃管之间徘徊。青青是我们中看起来最冷静的人，她先是看了看眉头皱紧的小美，你吃吗？不吃，我宁愿饿着。随后她又看向了我，开玩笑，这东西怎么可能吃得下口？青青撇了撇嘴，好吧，我也不愿意吃。说完之后，她起身离开东区，走向了中区，拿了3捆午餐肉回来，给我们1人分了1捆。我纳闷地看着她，不是说不愿意吃吗？当然不愿意吃，但是现在忍得住，不代表一直忍得住。下午还有4堂课呢，拿着它，虽然不一定用得着，但也是给自己留一线生机。活着受点恶心总比死了强。听完这话，我和小美也不得不表示信服，赶紧把午餐肉揣进了兜里。而接下来的4堂课更加毛骨悚然。